发动关税战稳定币法案，特朗普上任以来动作频频，现在又来了大而美法案，它真的能让美国再次伟大吗？还是一步步的把美国推向更危险的深渊？美国作为世界老大哥，它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全球经济。就算你不是美国人，你的资产、股票会因此而受到影响。还记得4月2日，特朗普宣布增加关税后，不仅只有美股，还有台股、港股、马股、环球股市都暴跌。所以你一定要看这条影片。特朗普曾经的好友马斯克也强烈反对了大而美法案，这背后传递出什么重大投资信号？我们会带你看懂这条关键法案，以及投资人该如何应对。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，可能将决定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投资格局。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所谓大而美法案，其实是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一项大规模税收与支出方案，正式名称为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， 直译一个又大又美的法案。名字听起来很梦幻，但内容可不只是场面话。这部接近1000页的庞大法案，涉及国防、边境、税收、能源、社福等多个领域，可以说是特朗普执政蓝图的全面体现。法案在5月下旬已在众议院以1票之差惊险过关，6月28日在参议院也以微弱优势通过程序性投票，离正式成为法律仅差临门一脚。由于这个法案内容复杂，我们先看看它的重点内容。在国防方面，法案额外拨款约1500亿美元，大幅增强美军实力，其中包括特朗普长期倡议的金穹顶飞弹防御系统等专案。这笔开支相当惊人，要知道美国每年国防预算已经全球第一，如今再加码1500亿，未来10年军费将创新高纪录。在边境安全上，法案编列约700亿美元，用于提升执法与边境设施，并建立机制，每年最多可遣返100万名非法移民。这意味着美墨边境墙、防范非法移入等将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源投入。在税务部分，延长了2017年川普减税政策对企业与个人的减税优惠。原本这些减税措施在2025年年底就要到期，但法案主张让减税永久化。对富人利好的还不止如此，州和地方税的扣抵上限将从1万美元提高到4万美元。这项改动几乎只对高收入族群有感，难怪民主党讥讽劫贫济富，说法案减税红利主要流向富人，却以削减穷人的社福为代价。为了给上述减税腾出空间，法案对内政支出大动刀，收紧医疗补助的资格，缩减粮食券等社会福利。尤其引发关注的是，取消或缩减了拜登政府时期的多项绿色补贴。这意味着从建设清洁能源设施到购买电动车，原先每辆最高可享7500美元联邦税收抵免，很多奖励新能源的措施都可能被取消。摩根大通估计，光是电动车税务抵减方案，去年就为特斯拉贡献了大约19%的息税前利润，也难怪马斯克对砍补贴特别不满，这等于直接抽走新能源产业的一根重要支柱。最后也是争议最大的，就是提高联邦债务上限。法案授权将美国国债的上限一口气调高4万亿美元，从现行约36万亿美元提高到40万亿美元。参议院版本甚至提议提高5万亿美元，创下历史之最。这个法案会在未来10年使到联邦债务额外增加约3.8万亿美元。以上就是大而美法案的核心内容，可以看出它基本是在加大传统支出，减少福利，减税松绑，同时把国债口子撑到前所未有。特朗普政府乐观宣称，这法案以增长养债，透过促进经济成长和增加关税收入来抵消减税成本，最终还能降低国家债务。但很多经济学家和民主党人并不买账，他们引用国会预算办公室等中立机构的分析指出，依照比较现实的假设，这法案实际上将令联邦赤字暴增。由此可见，到底是省钱还是亏钱，双方各说各话，连美国会议场上都上演了一场拿着图板互相嘲讽的闹剧。面对如此天价法案是好是坏，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视角来审视。这并非美国第一次上演举债大战和激进财政政策，之前也发布过债务上限危机和减税扩军政策。历史往往给投资人最好的教训。首先是债务上限危机，美国提高债务上限其实是家常便饭。
1960年以来已调高过78次，但2011年的一场风波让世人见识到这种政治僵局的威力。当年民主、共和两党在是否附加削减开支条件上争执不下，美国政府一度逼近无法付账的违约边缘。结果，即使最终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，全球金融市场仍受到惊吓。消息传出后的第一个交易日，华尔街经历了2011年黑色星期一，道琼指数暴跌634点，创史上第6大单日跌点；标普500指数当天也重挫6.66%。整个8月初，美股从高点一度狂泻接近19%，VIX 波动率飙升至金融海啸以来新高，可以说债线之争差点引爆一场金融地震。2013年，美国也曾因为预算谈不拢，出现联邦政府关门的风波，所幸当时及时调升债线，避免违约，但市场依然经历震荡。由此可见，债务上限问题一旦处理不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投资人应该明白，债信和市场信心是脆弱的，政治僵局可能瞬间引爆恐慌。再看减税加军费扩张的历史案例，这绝非首次登场。最典型的是19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。罗纳德·雷根总统上任后大举减税，最高个人税率从70%砍到28%，同时加码冷战军备竞赛，提高国防开支。减税让政府收入骤减，扩军使支出猛增。结果，雷根原本承诺要消灭的联邦财政赤字不降反升。据统计，1980年代美国国家债务不减反增的4倍，从雷根就任时的不到1万亿美元，飙到老布希卸任时的逾4万亿。虽然减税扩支在短期内刺激了经济成长，助力美国赢得冷战，但留下的债务阴影直到1990年代都让继任者头疼。事实证明，大规模减税并不会自动靠经济增长以税养财，这是一个常见谬误。雷根时期的减税就没有自己付自己，而是造成日后痛苦的财政失衡。近代的例子还有特朗普2017年的减税法案，当时企业税率从35%降至21%，个人税也减不少。川普政府声称减税会带来投资热潮、就业和薪资提升，进而增加税收填补缺口。但现实呢？减税后的第2年，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反而扩大了约28%。2019年赤字逼近1万亿美元大关，并未看到预期中的收支相抵。那次减税并未如宣传般自偿，而是进一步恶化了美国财政健康。如今大而美法案又想延长这些减税，甚至再加码削减部分税负，同时疯狂增支，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？减税要财政纪律配合才可能良性运作，但如果一边减收一边狂花钱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后果就是债台高筑。财政保守派强调了星球债务，马斯克甚至警告美国正快步走向债务奴役，这并非危言耸听。总结这一段历史教训，我们要认清一点。减税能自动带来足够经济增长，补足财政缺口。事实上，大规模减税往往无法完全自偿。无论是1980年代的雷根减税，还是2017年的川普减税，都没有以增长养税成功填平财政黑洞，反而带来巨额赤字。经济增长固然会增加税收，但往往追不上税率降低带来的收入减少。2. 扩军备战等同经济繁荣。国防支出增加短期内对相关产业有刺激，但对整体经济效益未必很高，因为军事开支不像基础建设那样直接提高生产力。长期大量举债扩军，结果通常是债务压力剧增，最后可能被迫削减其他民生投资，影响经济长远竞争力。3. 债务上限之争只是闹剧，不会真的影响市场。正如2011年的经验，政客的拉锯完全可能失控并重创市场。信用评级一旦受损，全世界投资人信心都会受到打击。美国国债作为全球金融的定海神针，其稳健性一旦被质疑，波及面极广。搞清楚这些，我们才能更冷静地看待大而美法案的潜在影响。下面我们来分析这法案对全球经济和美股市场的冲击，以及投资人实际该怎么做。作为投资者，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股市。这项庞大法案如果顺利落地，美国股市哪些板块会受益，哪些又将承压？让我们先看看受益板块。1. 国防军工股。毫无疑问，巨额国防支出是军工产业的利好。额外1500亿美元投入五角大厦，将带来大量国防合约释出。像 PLTR 这些跟政府和军方有合作的企业，未来订单有机会增加。历史上看，
美国扩军往往伴随军工股大涨，此次规模更大，他们绝对是大赢家。2点，大型科技与富人消费，延长个税与资本利得税减免对高收入投资者是好消息，富人有更多可支配资金投入市场或购买奢侈品，高端消费和奢侈品牌如 LVMH 可能间接受惠，而企业税率保持低档，对大型科技公司等利润丰厚企业也是利多。2017年减税曾直接推升美股企业盈利水准，纳斯达克龙头股更是涨声不断，此次减税红利续命，大型成长股基本面相对受撑。3点，金融与地产板块债务上限提高，避免了国债技术性违约风险，金融市场短期系统性风险下降，银行、保险等金融股暂时松口气。SALT 扣抵上限提高到4万美元，对沿海高房价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是利多，因为高收入居民的房产税负担减轻，豪宅市场和地产相关金融产品或迎来需求提升。那有什么板块会受到影响呢？清洁能源与电动车首当其冲的受害者。如前所述，法案祭出对新能源项目的新税收不利条款，风电、太阳能发电公司未来补贴少了，税负重了，项目收益率降低，可再生能源板块发展动能被削弱。在美国上市的绿能 ETF 相关龙头企业股价可能走弱。电动车方面，取消7500美元联邦购车抵减将提高车价，削弱销量增长。特斯拉无疑最受瞩目，少了补贴等于车辆对消费者吸引力下降，利润也直接被抹去一大块。难怪马斯克怒斥法案疯狂，他很清楚，这对特斯拉和整个电车行业都是极大逆风。面对这场潜在的市场巨变，聪明的投资者该做哪些准备呢？第一，分散资产。由于美国此次财政转向引发外资顾虑，全球资金流可能发生变化，我们可以考虑适度增加非美市场的配置。例如，如果部分国际资本从美国撤出，可能流向欧洲或亚洲股市、黄金等避险资产。所以，检视你的资产组合，确保不把鸡蛋只放在美股一个篮子里，适当持有黄金等避险资产，能降低单一市场政策风险。第二，保持理性，避免恐慌。虽然我们讨论了许多风险与变局，但也要强调，美国经济有其弹性，政策真正落地后，市场也许不会立刻翻天覆地。许多改革影响是渐进累积的，投资上最忌跟着情绪起舞。马斯克高调发声是他的策略，我们汲取讯息，但不盲从，耐心观察市场各方反应，等尘埃落定后再做出冷静决策，比现在盲目惊慌更明智。第三，提升自身投资技能。最重要的一点，提高你的投资判断和交易能力。市场风云变幻，政策驱动下，个股和板块走势会更加撕裂。在这种环境下，如果你能掌握技术分析，就能更灵敏地捕捉市场资金流向的蛛丝马迹。在消息面混乱时，价格趋势往往比新闻更诚实。如果你还不熟悉技术面的判读，现在是时候加把劲学习了。比如我的技术分析课程就能帮到你，让我用21天手把手带你从技术分析角度避开投资陷阱，抓住强势股的最佳进场点，跑赢大势。课程从零开始，由浅入深，帮助你建立属于你的交易策略，灵活应对市场变化。可以说，在当前波动市况下，拥有技术分析这把利器，你将大幅提升胜算。如果有兴趣，详细资讯我已放在下方资讯栏，欢迎点击了解。总而言之，投资人需要未雨绸缪，动态调整，不要等市场剧烈反应才追悔莫及。现在就思考你的应对之道。面对大而美法案，我们既不要一味恐慌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这部法案在重塑美国经济政策优先顺序，对投资环境带来深远影响。短期看，它有助于川普兑现竞选承诺，刺激传统产业，避免债务违约风险，市场或许会给出欢迎的掌声。但长期隐忧如债台高筑、财富分配两极化、产业竞争力转移等问题，终究会反映到经济基本面上。作为投资人，我们要做的不是站队某一党派观点，而是冷静评估其中的风险与机会。我是 Rich，那我们下次再见。